金管局公布2025年第二季負資產數目為37,800宗，按季減少7%。就咁睇落係咪好似好平淡？個標題仲話俾你聽係負資產危機，所以香港樓市仲係一個黑暗時期。而家仲有海量嘅負資產業主隨時有爆煲嘅危機，所以樓價一定仲係有排跌。但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首先你要知道負資產業主數量同你想而家做業主係完全冇關係㗎，因為做得負資產嘅業主無非都係買貴咗或者借多咗。嚟到今時今日，樓市由高位跌到而家都跌咗近4年，呢啲業主過晒成個加息週期都仲頂得住，供最貴樓嘅時間已經過咗。以宏觀嚟睇，喺上年9月美國減息之後，香港樓市已經形成一個穩固期，你又點會覺得佢哋會爆煲呢？其實喺之前呢條片我都詳細講過，上季負資產數字只係一條虛數，甚至預計到銀行股價係會轉升，喺度我就唔慢慢再講啦。咁喺今季嘅負資產數字大減7%，已經係一年嘅低位。負資產數據嘅下跌又對未來樓市有咩嘅啟示呢？想知道嘅朋友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而家不如我帶大家坐時光機去翻3個月前嘅第一季數據，你會見到就係樓市重挫，負資產數字突破4萬宗，創21年嘅新高，係近03年12月底嘅新高。仲要估計負資產數字實際高達8萬宗，無疑地喺度放大負面情緒。我諗都冇邊個人喺當時好似我咁夠膽講呢個係一個利好消息嚟，亦預言到負資產係會下跌。事實上喺第二季樓價果然反彈，同埋負資產數目下跌。其實你只要用投資者思維去思考，要做到呢一點一啲都唔難。詳細你都可以喺右上角嘅連結度睇翻呢條片去睇下我當時嘅判斷。喺嗰條片出咗之後，股價指數就升咗成個月，代表銀行願意跟翻市價去做估價。所以今時今日嘅負資產減少係正常不過，可惜嘅係喺香港呢個地方，只要講樓價跌，就永遠支持嘅人會佔多數。所以報章新聞 KOL 想要得到支持，講跌講負面嘅新聞就有一定嘅流量。所以負資產呢個議題亦一再被討論。但係我哋呢個頻道係講投資，用投資者嘅思維去思考市場係點樣運作，先可以合理咁判斷到市場喺度發生緊啲乜嘢事。佢哋講嘅8萬宗負資產係估計，講得係估計，就係根本冇數據喺手，靠估。咁當然佢哋嘅理由係由於金管局數字係冇考量過發展商同埋財務公司嘅議案，但係如何會得到多1倍負資產嘅結論，我哋都無從得知，亦冇一個有效嘅數據去證明。首先喺度我要再一次講負資產嘅定義。負資產只係代表業主層樓嘅資產淨值係負數，即係股價仲少過負債額。如果層樓係負資產，業主已經將佢支付嘅首期同埋供樓本金已經蝕晒，用銀行股價去賣樓仲要貼錢。不過我哋作為投資者要考慮嘅係負資產如何去影響市場。基本上喺銀行做按揭係香港買樓嘅主流。你有幾可見到你身邊嘅人係要用議案先有能力去上會？所以單純用市場佔有率去計，都知道呢啲估計嘅負資產數目比金管局數字多1倍，一定係危言聳聽。但係個重點係負資產數字再多都好，其實會點樣影響個市場呢？即係個業主喺高位買咗層樓之後，樓市下跌之下變咗做負資產，但係佢哋有足夠嘅財政能力去供樓，一直自住或者放租，有正常供樓嘅情況下，佢又冇諗住賣樓，即係佢個單位從來都冇喺物業市場買賣過，又點樣會影響到個樓市呢？但係好可惜嘅係，呢啲業主先係負資產嘅主流。由於好多人都忽略咗樓市喺成個長期牛市嘅時候，
政府喺按揭嗰方面做咗好多功夫，又要壓力測試，出租又唔俾你借得多，借高成數按揭又要買按揭保險，支付高昂嘅保費。政府喺樓市升嘅時候咁樣做，反而係將買到樓嘅人嘅要求提高咗，即係喺呢個長期牛市入面，將能夠成為業主嘅人貴族化咗。所以而家嘅業主係有好強嘅持貨能力，現時斷供嘅比例亦十分之低。更重要嘅係，負資產業主而家賣樓又拎唔返啲本金之餘，仲要貼錢，仲要而家係公平過租，佢哋賣咗樓之後仲要租住，連個現金流都蝕埋出去，所以佢哋而家賣嚟都唔知做乜嘢。所以今時今日嘅負資產反而係會令樓市嘅流通量減少，而唔係好多人心中幻想嘅造成未來大量嘅平價供應。其實要擔心嘅係會唔會喺未來有更多嘅銀主盤供應，而所謂嘅銀主盤其實同負資產數字係冇必然嘅關係，因為即使個單位唔係負資產都好，只要業主冇按時還款，嗰個單位最後都會變成銀主盤放出市場。所以負資產數字喺實際上亦只係反映樓市下跌。喺升市嘅時間，負資產可能只有好少，甚至係零。喺今日嚟講，負資產呢個議題只不過係個別人士用嚟放大恐懼情緒嘅工具，拎嚟同03年沙士比較下，而家啲業主有幾咁慘去吸引負面嘅流量。所以嚟到而家就係呢個影片嘅核心部分，就係負資產數字對樓市有啲乜嘢嘅啟示。其實喺過去10多年嘅樓市長期牛市入面，身邊總有無數嘅人會講，早知喺03年就買樓啦。但係而家講負面新聞嘅時候，反而就要拎翻03年嚟比。作為一個知道價值嘅人，都知道呢個世界係會通脹啦，亦無謂想像價格要去翻03年沙士嘅時候。不過呢個世界就冇人有水晶球，即使投資者都唔會知道未來會發生乜嘢事。需要投資者係識用合理嘅預期去作出投資。當樓市升嘅時候，個個人都拎當年最低嘅價格去幻想嗰時買到有幾好。嚟到今日嘅2025年，樓市跌到可以用2003年嘅負資產數據嚟比較。講03年買樓嘅人又唔夠膽依家去出手，只係希望價格可以跌到佢哋心中幻想嘅水平。當然樓市喺實際上並唔係咁樣去操作。夠膽喺樓市逢低買進嘅人，一般眼光都比較長遠，甚至係投資者先夠膽去買。但係佢哋為求防守力，喺跌市嘅時間只會保守地買一啲公平過租嘅單位，令香港嘅樓市形成咗一個底部。但係畢竟唔夠膽逢低買進嘅人先係佔多數，佢哋就係有一個習慣，就係寧買當頭起，亦即係代表佢哋唔中意抄底，因為佢哋唔知幾時先係真正嘅底部。如果市場有一個轉角嘅信號，佢哋就會覺得遲買會更貴，就會喺嗰段時間入市。除咗我之前講 CCL 由跌轉升係樓市轉勢嘅第一個指標之外，其實睇最新嘅負資產數據都可以喺另一個角度度見到樓市已經轉勢。我哋睇翻金管局嘅負資產數字，由2023年第三季開始快速增長，去到2024年第四季美國開始減息就已經開始減少。只不過嚟到今年嘅第一季，美國停止咗減息，市場氣氛冷淡，加上銀行股價保守，令個數字重新增加，但係同2024年第三季最差嘅數字都差唔到幾多。嚟到2025年第二季呢個數字，其實美國都仲未減息，由於 HIBOR 喺5月急跌而刺激樓市。雖然第二季嘅差估署樓價指數反映樓價唔算升好多，主要只係受惠於銀行用翻合理價為物業去做估值。負資產已經創1年嘅新低。當然而家呢一刻我哋睇7月嘅 CCL 已經知道樓市其實升得幾快下， CCL 更加係7月轉跌為升。其實好多人見到呢啲負資產數字，仲以為樓市仲好黑暗，但係偏偏黎明來臨之前嘅夜晚總係最黑暗嘅。而家從負資產角度去睇，已經見到香港樓市嘅曙光已經出現，亦係寧買當頭起嘅人出動嘅時間。我哋再睇之前嘅負資產數據，樓市喺高位度而家只係跌咗唔夠30%，個負資產數字增長速度咁快，樓市回升嘅時候負資產數字都可以跌得好快，因為本嚟負資產嘅業主每個月都喺度供緊樓，佢個負債額理應係咁不斷咁減少緊。新買樓嘅業主遇上升時更加唔會係負資產，而家
喺數字上雖然未見得出，但係已經為我哋提供咗一個樓市轉角嘅信號。如果去到一季負資產數字大跌嘅時候，我諗連傳媒都唔夠膽再同你講負資產係一個危機，因為到時已經進入咗牛市。連盲人都見到樓市升緊嘅時候，一般人會喺嗰陣時先會後悔，講早知喺某某時間去買樓啦。但係2025年第一季人人都講緊樓市重挫嘅時候，又有邊個人夠膽買呢？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時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呢兩條影片。最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